今天我要用高丽菜和芹菜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， 欢迎来到 Kristin Wong TV。我的频道主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素食家常菜料理的食谱。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吃素，还是想看看吃素的朋友都怎么吃呢？那你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哦，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做高丽菜和芹菜的素食家常菜吧。今天的高丽菜用半颗就好。这一颗是900克，把高丽菜的心去掉，这里的部分呢切成块状。我刚刚已经把高丽菜洗好了，现在来把高丽菜搅碎。随意的拨一拨，放进去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把它放到一个碗里面来。高丽菜搅碎完之后，现在我们来切芹菜。准备2颗芹菜，把根部去掉，这里切成小段子。切成小段，方便我们搅碎。搅好了，把芹菜末放到碗里面来。香菇、黑木耳、冬粉都已经泡软了，现在把香菇捏干水分，放到搅碎机里面搅碎。搅碎好了，把它放到碗里面来。接下来我们来搅碎黑木耳，把黑木耳放到碗里面。最后把冬粉放进来搅碎。冬粉要搅碎一点哦，像这样子就还有点长。把冬粉放进来。现在我们来调味，30克的酱油，15克的素蚝油，胡椒粉一点，香油，15克，哇，好喜欢香油的味道，好香哦！再来盐巴一点点，大概3克。把调味料搅拌均匀，已经搅拌好了，放旁边备用。准备1包水饺皮，今天我们要来做煎饺。
上次我有分享过水饺，大家可以看右上角的资讯卡。今天煎饺的馅料我就不炒了，因为煎饺会用到油去煎。那上次的水饺我有用炒的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不一样的做法。把馅料放到水饺皮上面，中间捏起来，头尾不用捏紧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包到剩下1/3的时候，馅料会出水。那这时候呢，尽量不要把水也包到水饺皮里面，不然水饺皮就很容易破掉哦。可以把它沥起来，沥干。那这个水饺呢，我包了52颗，我们现在就准备拿去煎喽。那煎之前呢，我们要来准备粉，粉的比例是1:5，就1匙的中筋面粉。配上5匙的水，把粉调匀。这粉的浓度不能太浓哦，太浓的话就没有冰花的样子了。所以要刚刚好，这样子稀稀的。好了，我们可以拿去煎了。把油用均匀。把煎饺放进来，煎饺放进去之后，把粉水放进来。放之前先搅一搅，不然会沉淀。盖子，哇，好漂亮哦！给它拨动一下，关火，放到盘子上面来。哇，冰花煎饺又香又漂亮。撑起来之后，我们用一个一样的盘子盖上来，把它翻面，这样子漂亮的冰花煎饺就很美咯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调煎饺的蘸酱，一些素蚝油。酱油，香油一些，姜末。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，可以跟我一样加辣椒，再加一点点水调匀。这煎饺蘸酱就完成了。哇，酥脆的冰花煎饺完成了！美丽的蕾丝花边，吃起来特别赏心悦目。一锅8颗，大约3分钟左右就煎熟了，真的是太香了，我忍不住一面煎一面吃起来了。里面的馅料不炒也很香，很好吃，让煎饺少了一点点的油腻感。孩子们放学一看到餐桌上的煎饺，洗完手后直接用手吃起来了。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。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简单上手、快速上桌的素食家常菜料理食谱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